上一集我们聊了 ETF 的流动性陷阱和算法踩踏。有朋友在评论区问了一个非常精辟的问题：既然飞机可能坠毁，那为什么不教我们换一种交通工具？难道我们不该去买更稳定的国债、定存，或者是那些大跌时更抗跌的优质个股吗？为什么我们明知山有虎，却还要偏向虎山行？答案就在于一个残酷的金融真相：你所追求的安全感是有标价的。让我们来玩一个选择题。如果你为了躲避那10年一次的坠机风险，选择全程走路或骑脚踏车，没错，你绝对安全。但问题是，当别人的飞机在云端穿梭，资产翻倍时，你可能还在原地踏步，甚至被后方的通膨怪兽慢慢吞噬。所以，我们不换交通工具，我们要学会的是在这架名为 ETF 的飞机上，亲手帮自己缝制一个资产配置降落伞。很多人误以为股灾时只有现金才是赢家，但事实上，国债、定存与优质个股在灾难来临时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。国债和定存是你的氧气瓶，让你在全市场窒息时还能自由呼吸；而优质个股则是你的防弹衣，让你在流动性屠杀中能靠着企业强大的现金流活下来。这一集，我们不谈恐惧，我们谈代价。我们要具体拆解，为了在股灾中生存，你愿意牺牲多少牛市的收益，来换取一张保命的底牌？降落伞计划，准备开始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一个合格的降落伞，不能只有一种布料。在金融世界里，我们主要有3种防御材料：绝对防御的定存、对抗重力的国债，以及内建盾牌的优质个股。首先是大家最看不起的定存，它的收益最低，还跑输通膨。但在股灾爆发， ETF 出现流动性踩踏的那一刻，定存就是你的干燥火药。当所有人因为没钱补仓，被迫在跌停板割肉时，你有这笔现金，你就拥有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——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在大家绝望时加码，而不是跟着一起跳伞。第二种材质是国债，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布料，它具备反重力的特性。在经济平稳时，它很无聊，但当股市这架飞机开始失速坠落，全世界的资金会疯狂涌入债市，这就是所谓的负相关。国债的价格上涨，能抵消一部分 ETF 的亏损，让你的账户净值不至于直接心跳停止。这就是牺牲牛市回报所换取的抗震系数。最后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优质个股。为什么不买 ETF， 改买优质个股？因为好的公司自带内建盾牌，像台积电、可口可乐或是电力公司，即便市场情绪崩溃，人类还是要用电，要喝可乐。当 ETF 因为成分股权重被无差别抛售时，这些优质股会跌得比大盘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会持续发放股息。这就像是你在降落的过程中，有人在不断往你的油箱里加油。这种现金流保护是纯市值型 ETF 在极端崩溃时很难给你的心理支撑。但请记住，这3种材质都有代价。买国债会错失暴利，留现金会被通膨啃食，选个股则需要你付出巨大的研究成本。听完了材质，现在我们要动手组装。每个人的飞机高度不同，体重也不同，所以你需要的降落伞尺寸也完全不一样。决定降落伞大小的关键公式叫做100法则。用100减去你的年龄，就是你配置在股票 ETF 的比例。如果你今年30岁，你的降落伞可以很轻薄，70%放在股票 ETF 冲刺，30%放在定存与债券防御，因为你还有很长的飞行时间来对抗乱流。但如果你已经60岁，这架飞机已经准备降落，你的降落伞必须巨大且厚实。这时你的防御资产应该占到60%甚至更多。除了年龄，你还必须预留紧急预备金。
这不是投资，这是你的救命锁。这笔钱必须是6到12个月的生活费，且只能躺在定存里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看再平衡的神奇魔力。假设你设定股债比是7:3，当股灾来临，股票暴跌，你的比例变成了5:5。这时候，你必须冷酷地执行指令，卖掉一部分债券，去买进那些没人要的、正在大跌的股票，把比例拉回7:3。这个动作很违反人性，但它能确保你在崩溃时自动低位加码。这就是为什么拥有防御资产的人，在股灾中反而比别人更有钱。记住，降落伞不是为了让你飞不起来，而是为了让你敢飞得更高。听完了理论与配置，我们来做最后的总结。想象一下，当下一次市场的哨音真的响起，大盘一天跌掉10%，你的手机跳出无数惊悚新闻时，你该怎么办？这是你的幸存者清单。第一，关掉新闻。媒体的职责是制造恐慌获取流量，而你的职责是保护你的理性。第二，检查你的现金水位。如果你已经按照100法则留好了氧气瓶，现在就是你最冷静的时刻。第三，机械式再平衡。不要问现在是不是底，不要预测明天会不会更低。按照我们说的公式，把赚钱的债券卖一点，去接住那些掉下来的优质资产。投资中最贵的学费，通常不是亏损，而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出情绪化的决定。降落伞已经帮你减缓了冲击，你只需要让它着陆。记住，没有绝对安全的飞机，但有准备充分的飞行员。当你学会管理风险，你就不再是那个被市场割肉的老王，而是那个在废墟中捡起宝藏的智者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既然坠机很可怕，为什么还要搭飞机？因为我们不是要逃避冒险，而是要透过冒险去抵达那个叫做财务自由的远方。感谢你陪我走过这2集关于 ETF 风险与生存的深度讨论。如果这2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一起慢慢变富。我是原动力，看懂规律，才能掌握财富。我们下期见。